就两个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，一块聊天，一块吃饭。哎，我下夜班回来的晚，他还去那小胡同等我，确实挺暖的。但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吧，我都给自己拉回来，我不能选择他。因为他家那个条件吧，如果我要是跟他，我就相当于背了一辈子负担。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啊，我都是单桨划船，不是挺累的呢？我就没打算给自己拴根绳。你这眼神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人，我只是不想有太多的责任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挺累的话，还不如一个人呢。两个人在一块儿，至少比一个人办法多。而且再说了，他人挺好的，还能给你熬药。这些10块钱快递就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要达成终身大事了吧？终身幸福也是两个人一起去奋斗的嘛。我跟你说啊，赵立群他挺拼的，真的。我觉得过不了几年，肯定有起色，说不定人家还能白手起家呢，对不对？你别太着急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到底喜不喜欢他。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讲太奢侈了，我没那个资本。哟，田静香，我还没发现你是这么看重条件的人呢。你要这么看重条件的话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怎么不在你医院找啊？我倒是想找啊，谁能看上我啊？能进我们医院的那都是博士，全国选出来的人尖尖，在本地女院里那都是稀缺资源。人为什么选择我一个外地人？这个城市就是有一种鄙视链。那不然为什么男的也找不到对象，女的也找不到对象？大家现在不是拿感情在衡量，而是拿条件在对比，还总想攀的比自己好一点的。那就都单着呗。你别说我了，你不也没找呢吗？你都不好找，我能找吗？那起码得有一个根。我连根儿都没有，而且我连家庭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找啊？你还什么都没有，你都传承人了。哎，我这一天天过得跟那武侠小说似的，又一会儿传承人，一会儿……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别的都不想想，没这个心思。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技术给先学好。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一种使命感，我就是想好好学，把这流派发扬光大。认真了呀？这不像你啊！那你当初那初心呢？人天真啊！你当初不就是见色起意才去学的吗？他呀，怎么了？人喜欢萌萌，他妈也这么觉得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说就，哎呀，而且再说了，赵立权你都看不上，我这样的，就算能有点什么，人家家里能看得上我吗？门当户对。哎，你可别来这套。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孙头头哪儿去了？现在还会被什么门当户对这种俗事限制？天不怕地不怕，里面什么都有嘛。然后那商场里好几万的那种包包，我也想要。那2、3千万的房子，我也想要。想想就能有吗？所以说我得赶紧，先把天上掉下来这块传承人的馅饼先给叼牢才行。也是，你说像咱们俩这样，面包屑都没有，还考虑什么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？头头，如果我们俩老了以后都没对象的话，就一起过吧。我做饭，你洗碗，你扎针，我护理。
能不能我做饭你洗碗？行行行，可以。行吗？在一起就行，在一起就行。行了，你戏怎么那么多啊？我听我姑妈讲，你本来今年是有机会升主治的，对吧？本来无一物，何谈本来，都是虚妄的事儿。这个我知道。你们三甲医院除了要熬年资，还得要看名额。那明年呢？明年应该就十拿九稳了吧？我听说升了主治之后，会有很多私立医院上来抢人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何先生，您先不要激动。我们既然选择相亲，肯定是跟自由恋爱不一样的，所以也没有必要彼此试探。我这个人不喜欢玩暧昧游戏，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拎不清楚要寻求真爱的，所以不如我们直接一点。好。我没别的意思啊，你别误会。我就是想，你现在还没买房吧？这私立医院的条件比公立医院要好。我听说私立医院做儿科医生很赚钱的。请问你们有家族遗传病史吗？没有。请问，你有房子吗？我有，够一家3口住的。请问你接受婚前身体检查吗？我可以接受，但是这个费用你出吗？你的工资是多少？我提出的肯定是我出钱。不过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。没有工作，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？你有房贷吗？你对未来的职业跟家庭有什么想法吗？没什么想法。你想生几个呀？我没想办法生几个。我很早以前就没有房贷了，我是靠之前的收入生活的。我之前收入稳定，年薪300万加。300万？那太好了，我对你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为什么要问这些？不瞒你说，我上一段婚姻呢是净身出户，现在是租房子住。你有房子，而且没有贷款，我对你很满意。OK， 那我们可以继续。那你现在忙不忙？现在工作忙不忙呢？还行。我倒不是很忙，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空出来的。麻烦你站起来一下，转一圈，再慢一点转一圈。好的，请坐。我这边有3份表格，麻烦你帮我填一下。国际标准智商测试 ，MBTI 职业性格测试，卡特尔16PF 人格测试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可能要再说清楚一点，我不是在给我找一个结婚的对象，我是要给我未来的孩子找一个爸，或者说，我想要一个婚生子，这一点您明白吗？明白，非常明白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双方对彼此比较满意的话，我是要拿去公证的，这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。那要是我们生过孩子之后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不会把孩子掐死吧？我不会掐死孩子，我会掐死你。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做菜。喜欢看电影吗？听歌？出去旅游？有。你想要的我都有，我想要的你都符合。要不今天咱们俩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？等一下，你高度近视。我以前近视，我已经做过近视手术了，我现在2个眼睛都是1.5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合适，不符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就不符合了？你高度近视，你的父母也高度近视，近视在遗传学上是有很大几率的。不是吧？这近视还能遗传？你诓我的吧？万一我的孩子以后想成为一名飞行员，我不希望他在你这边停止。不好意思啊，曹先生，我一会儿还约了别人谈，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请自便吧。你真以为是你过来选人的吗？在婚恋市场，30多岁、高学历、高收入，对于女人来说，这都是扣分项。你想给你孩子找个人当爹，
也要看一下人家看不看上你这个妈。帮我把垃圾清理一下。你怎么啦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都对，我一个小医生确实没有什么前途，就不耽误你找满意的金龟婿了。我今儿啊还有点事儿，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我约见一个朋友，得先过去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这个，谢谢。来，大家都跟上。大家注意脚底下啊！跑跑跑！快点！你这样太耗费体力了，跑步拼的是耐力，不是爆发力。我就是爆发一下，歇一会儿又爆发一下，这样我才快。那你高兴就好，你跑累了别叫啊！别走这么快，是歪在后面呢。哎，就是这么老远来这深山老林干嘛呀？来看宝啊！宝？这有什么宝啊？这山里头处处都是宝，你看，你看这棵树，怎么了？松树呀？松树啊，浑身都是宝啊！啊，我知道，松针茶，松针泡酒，是吗？还有枝节，也叫松节，你可别小看它呀。如果是龋齿患者遇到牙疼的时候，用它来煮水漱口，也可以达到治牙疼的效果。哦，啊，哎，你等一等啊，看看。这什么呀？看看，这是杂枝。杂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松树的粑粑是吗？瞎说！哎，同学们，来，都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！来，发现一个粑粑。松树的粑。来，快点过来啊！拿来。这个呀，寄生在松树上的一种菌，像这样长在树上，或者长在树下的呢，我们都称之它为树蛇灵芝。如果生长在这个树啊，它要是没有毒，那么长在树上的树蛇灵芝就有很高的药理价值。比如啊，这个松树上的杂枝，它就可以用于护肝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哪都能找到灵芝了，是吗？哎，不同的宿主啊，养出来的树蛇灵芝呢，有不一样的功效，有的呢也达不到入药的这个程度，有的呢却极为的罕见。比如说桑黄，啊，就是桑树上长的树蛇灵芝。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贝，还有人参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说不上，还能碰到人参。这个地方有人参啊？当然有了。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拜拜，我想着说待会儿我也能遇见人参就好。你要人参干什么？之前那个猪骷髅不是老是吸引你聊吃人参吗？我想着说我今天要是碰见了，我也带一根回去备上。人呐，不能太贪。人参又叫地精。你比如说这一片有一棵人参，那么几年来，其他的参都不会有的。它把地气全都给吸走了，所以我们用得着我们就用，用不着一定要留给有用的人。嗯，这样呢也省一省地气。走吧。好，走。来，我开路。好，来，注意脚底下，哎，慢点。
对不起，这边已经有人了。下一个还没来，要不然我先试试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就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没想到你这样的相亲也不成功啊！不成功就不成功，是我爹妈最后一个我着急。倒是你，杨大律师，市政办的药理课都不去上了，跑到这儿来相亲，为什么这么急迫？那个不着急，学习可以用一辈子慢慢学，这个比较着急，生理不等人。我想要一个血脉之亲。哎，前30年你都不急，怎么忽然就想明白了？是啊，我就是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请你不要干扰我好吗？谢谢。我看看你的条件啊，受教育程度，哎，你这是教育部的还是国际通用的？智商指数，你该不会搞了个门萨塞尔题吧？还真是。身高有无家族疾病史，无不良嗜好，有无身体健康状况？哎，全球世界500强的公司面试都没有你这个全，年龄差上下10岁都可以。哎，往下10岁，人家够法定婚龄了吗？我就是卡在22岁的。我挺符合你条件的，要不咱俩试试？你想想看啊，我呢是爹妈着急抱孙子，你呢是自己想要个孩子，你们3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我就把我自己给牺牲了。你不行。我怎么不行？我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，你的这套什么门萨塞尔题我都做过了，绝对达标。你身体不行，首先你的工作状态就不达标，捐精都不够格。如果你想达到我的标准，你必须要辞职，至少在家里面休息3个月以上，把身体养好。这一点做不到，你就不行。但你也别在这儿相亲了，你直接去金子库里挑金子不就得了吗？我至少要看一下面相的呀。我面相很好的呀，你看看。你后面有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要跟我相亲吗？就给你个机会。那你后面相亲对象呢？他不来了，走吗？走啊，走啊！哎，孩子他爸还没一撇呢，现在买会不会太早了？我一会儿要去看陈慧母子，总不能空手去吧？那我在这干嘛呀？你给我当参谋呀，你不是专业吗？你拿，我买单。行。哦，这个鞋好可爱哦，你看。哎，我记得陈慧的孩子是年前刚生的，对吧？对呀。啊，那你看的这些都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挑的这些都是周岁以上的宝宝穿的，刚满月的孩子根本就穿不了。你想当个妈，除了要找个爸爸，要学的知识海了去了。你等会儿啊。那，这个孩子的视力还没有发育好，要多一些视听刺激。夜里即使妈妈睡着了，宝宝也不会觉得寂寞。还有这个，你看还能发光，有音乐，可以练听力。还有这个，练触觉的，宝宝可以抓握它。这个也是。哦，对了。千万不要买包被、衣服、奶嘴这样的俗物，加起来都快堆成一卡车了。可是你这些东西也太少了吧？哎，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就是睡头型的那种枕头，可以把宝宝的头型设得特别好看的那种。姑奶奶，新生儿的骨头是很软的，前3个月的脊椎是直的，没有生理弯曲。你给他整个枕头反而让他不舒服。可是，行了，你别说话了。所谓的睡头型，就是用毛巾，哎。垫一下，固定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挑礼物这会儿还是交给我这个专业的儿科医生吧。之前还真没发现你是个专业医生，今天倒是有点那意思。我也是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杨大律师这么不食人间烟火。就这些了，买单。走。这么贵啊？吞金兽呀？你以为呢？提前让你感受一下，可以迅速了却你相亲的念头。吞金兽我也要。微信支付。真的好白呀！笑了。宝宝也知道是救命恩人来看他了。我喜欢你。小坏蛋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小调皮鬼。你当时特别着急，就要从妈妈肚子里出来，妈妈特别辛苦。等你长大了，一定要好好孝敬她，知道吗？宝宝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叫孔念远。孔念红。我的命和孩子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我想让孩子记住，永远感念你。我还想让你当孩子的干妈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？你可一定要答应啊！你那么聪明又那么优秀，学什么都成。你看你从律师到中医，简直是无疆界跨越呀！所以我想让孩子也能借鉴你的福气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赎罪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任教授说过，那是无常。我之前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志远的突然离开，我认为怪罪你了以后，就会减轻我自己内心的痛苦。现在有了孩子，看到这张小脸，我就知道，老天爷是不会给人绝路的，他会夺走，也会给予。我一直记得那一天，你把我和儿子紧紧地用衣服裹着，可自己就穿着单衣站在冷风里。可我那时候还那样对你，破口大骂，你却始终抱以爱我的心。直到你救回我儿子的那一刻，我就认定你是我最大的恩人。念红，我是干妈呀，你认识我吗？为什么是念红啊？男孩的名字里面怎么会有红字儿？因为干妈叫杨小红。念红。念红。这条路可是不好走，这可比当年好走多了。秋实，你说这宝贝藏得这么深，这一般人肯定找不着啊。这块地啊，我们一般都不来，太容易迷路了。哎，您慢点啊，任教授。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啊？10几年前啊，秋实来的时候，给咱们这儿一株老山参啊绑了红绳做标记。可是后来啊，再也没人能看到这株野山参了。哎，但是前2天啊，我又发现了那株野山参。哟，身上绑那红绳啊，都破得不成样了。可我一眼还是把它给认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就赶紧通知了秋实。当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有5枚巴掌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也不知道它长得咋样了啊！今天我们大家要能见着这个宝贝啊，那我们大家都是托您的福啊！好，那咱们走吧。走，小心点啊！这宝贝有什么讲究？一株人参的长成是非常不易的，尤其是野山参。野山参的叶轮长在茎端上，5枚小叶就是1个巴掌，长到5匹叶的，保守估计10年打底。不过具体的参龄还是要根据参纹和身体来判断。传说中的千年人参更是少之又少。据说在90年代有一次香港拍卖会上，半株千年人参就拍出了2亿元的天价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找到的人是不是就发大发了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梅教授求实应该就在前面了，注意一点啊。好的，后边同学跟上。好，来慢点啊，大家跟紧啊。哈哈，任教授求实，任教授求实，快看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是不是他？我看，我们走一下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快点，慢点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千年老妖，千年老参啊。是我帮的事儿，没错，就是当年那颗野山参啊！哎，不行，这是求之不得的机遇啊！我也是第一次遇见。哎，秋实，这一次能挖了吗？还是说要做什么仪式吗？要不然不挖的话，他又跑了怎么办啊？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啊，这个人参啊，是多年生长的那个草本植物，在冬季的时候呢，它就枯萎冬眠，我们叫它假死。遇到气候不适合它生长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全年的休眠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近100年的野山参，那可真是个奇迹呀！啊，不是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挖呀！哎，得先祭山神。哦，祭山神，是我，是我。就是任教授，这个参挖不得，咱们原路返回吧。原路返回。走。不是，怎么又返回了？这得挖深啊，师傅。这颗参真不能挖。哦。跟你说，这颗参应该是有保护神的，咱们对它一起念，看到没？老天就风云变幻的，意思就是告诉咱们不能挖。秋实，上次不就这样？咱们刚要动手，咔一个雷，差点劈着我，当时就放弃了，说挖不能挖。不是，你这都是迷信，得挖。不能挖，不能挖，走吧。没事。我们要对大自然有敬畏，这不一下雨就会坍塌。赶紧走了，走了。好，700万呢。快，赶紧走。好，700万。不能任教授，走，来，就把这事放这儿啊。多值钱也没命值钱，走啊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走啊。哎呦，走啊！别，来，走。杨小红 ，Rebecca， 哈哈，杨小红，哈哈，杨小红 ，Rebecca， 你们没了了是吗？哎，你干嘛要把你中文名字藏起来呀？你看你这名字多少天啊？朴素且朗朗上口，
我就是害怕所有人都跟你一个反应，你会是个好妈妈的。现在还不知道孩子他爸是谁呢。不用管孩子爸是谁，你也会是一个好妈妈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几百万的千年老山，我看看，没带回来，到手鸭子飞了，不让挖。宋老师说这个驱寒，你们喝点吧。这也是吧？对，这个也是。大家喝点姜汤吧。说这几百万的山，倒在汤里是什么味儿啊？啊，这么久啊？是。哎呀，喝点水。哟，哎呀，谢谢。您怎么来这儿了？哎呀，教授，完了，终于然保不住了，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。教授，你还记得我上回去国外谈那个新医药的总代理吗？记得呀，你不是都谈下来了吗？是啊，刚开始我也以为啊，如果把这个黑科技引到国内，那我就是这个新药代理的天花板。谁想到他们那么坑啊？没这回事啊，那都是谎的，我们都被骗了。本来呀，年后我就应该收到第一批药，结果一直没消息。给海关打电话，他们说提供物流的信息都是假的，全部是虚拟发货。可是我年前我就把头管全给他打过去了。刘总，你当时去那边没有看到药吗？我看到了，给我提供药的那个是我多年的好兄弟，他就投了这个药，头1年的利润翻了是300%。他领我去了药厂，看了生产线，还有好多其他国家跟我一样的代理，我就相信了。可是我压根儿不知道啊，他们第1年的利润不是卖药得来的，是他们所谓集团分红给的。这是庞氏骗局。什么？不是刘总，你是不是欠好些钱啊？我欠什么钱？我全打给他了。不是，你欠钱给他们，跟我们园区有什么关系？找我们有什么用啊？刘老板，你的意思是想把中医园区给抵押出去，对吗？什么？我欠银行钱还不了，我只能抵押园区的地了。教授，你真的帮帮我！如果这个地还在我手里，我还接着做这个中医园区。吴校长那个项目，咱们还可以接着谈，你们这个师承班还可以继续上。如果这个地要是拍卖了，能不能做园区那就不好说了。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蚂蚱，教授，想想办法。你这么大窟窿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没办法。你有办法，你绝对有办法。我大老远来了，就是为了到你家找你的时候，我听老神仙说你们到这儿来找宝贝来了。我听头头说你们找到了一棵100年的野山参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这人怎么偷听人说话呀？对不起，头头，我给你道个歉。现在情况紧急。教授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跟投资人在一起吃饭那回吗？有一个大佬特别欣赏你，别人就是收藏一些雪茄呀、好酒，他就收人参。如果咱把这棵野山参拿给他，这事情就有转机了。这棵野山参不能挖。再说了，这棵野山参是邱氏的，不是我的。山里有规矩，
谁系的绳子，这颗野山参就归谁。哎呦，我的大教授，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谁挖不是挖呀？这挖这个野山参也是为了中医事业做贡献嘛，秋实也可以谅解的，对不对？刘总啊，这山里边路况非常非常的不好，就现在要回去，估计都找不着。再加上今天山里边气候变化大，太危险了。我出钱，找最好的参农。我这事不能强求啊，人参是有缘的，讲究缘分的。刘老板，如果你真想要野山参的话，我有一个病友，他手上有一株40年的野山参，我可以跟他聊聊。40年和100年，他差着行似的，那是一码事吗？哎，啊，今天天气不好，你呀就在山里边住一宿吧。啊，我们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对，吃饭。吃饭。吃饭。头头明明沿路系了荧光绳，人尸怎么说不好找呢？荧光绳。想什么呢？还在想园区的事儿？你说，园区要真没了的话，咱们师承班又不能办。那我好不容易回来，那之后是不是又得去送快递啊？要挖到那颗野山参啊，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刘老板，你的职业爱好是不是就听讲讲啊？我知道头头能找到挖野山参的路。嗯，你做记号了？我没有。我就算是知道，我也不能说，因为秋师跟师傅说了，那株野山参是被老天保佑，那个是挖不得的，知道吗？我说你什么好呢，头头？你是不是学中医学傻了？这个师承班一解散，别人我不敢说，那天真肯定是有地方去，你就不一定了。再说了，这个野山参，我们不挖，别人发现了，别人也可以挖去啊。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师傅一样的那个讲信用、有诚信。现在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咱们挖了这个野山参能用到正地方，你要遇到那个心怀叵测、不讲信用的人，你都不敢想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忘了。刘老板，如果我们真的挖到这株野山参，你能保证可以保住中医园区吗？任先生，我不敢保证能保住这个园区，但是我敢保证我们这颗野山参能送给帮我补助资金窟窿的人，只要不抵押我园区的地，我这个园区100%的给你用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谁跟你一言为定啊？我答应你了吗？就一言为定。出来！我门口等你们。你说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爸的话能违抗吗？你不知道后果啊！我跟我爸不一样，我听天命，但我也尽人事。你，还有我们班很多同学都不能没有师承班，你们必须得听我爸的，我可以不听。不行，不行！我跟你说，这叫欺师。就算我们找到野山参了，就算我们挖回来了，就算师承班他保住了，我告诉你，要被赶出师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我是为公又不是为私。再说了，我爸即使要赶我走，那我妈也不同意啊，对吧？我去，我去，你别去了。要敢赶我一个人走。你会挖参吗？挖参有很多讲究的，挖参要开地界，你知道吗？
挖参不能用铁器，你知道吗？挖参不能断节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懂吧？你这还必须得带你上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。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越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，我确信确认你。